您想不想知道，如果诽谤证据不足的话，陪审团和法官还能不能让 Johnny Depp 赢这场官司来伸张正义呢？ Law Sister 在上一支影片已经告诉过大家，如果 Johnny Depp 想要赢得这场诽谤官司的话，需要什么样的证据？基于一些举证的问题， Law Sister 觉得 Johnny Depp 赢得这场官司的机会非常渺茫。结果 Law Sister 被很多网友 dislike 和被骂惨。所以 Law Sister 觉得很多网友都很想 Johnny Depp 赢得这场官司，如果任何人说 Johnny Depp 会输掉官司的话，他们都会不高兴。在这里 Law Sister 想要认真的问问大家，您有多么希望 Johnny Depp 赢得这场官司呢？不惜一切代价吗？如果您的答案是 yes 的话，请您看下去。Law Sister 现在就告诉您如何不惜一切代价的让 Johnny Depp 赢得这场官司。Are you ready？ 还没订阅 Law Sister 法律达人这个 YouTube 频道的朋友们，请订阅我们，来鼓励我们做出更好的影片，谢谢您。观看了几个星期审讯的朋友们，可能都会觉得 Johnny Depp 被 Amber Heard 欺负了，很可怜，认为 Amber Heard 就是个坏人。有些人甚至很想要看到他被惩罚，而且最好坐牢。您会不会也很想 Johnny Depp 赢得这场官司呢？但是如果到最后都证据不足的话，怎么办呢？就算证据不足，陪审团能不能也裁定 Amber Heard 有罪，来为 Johnny Depp 伸张正义呢？在这里 Law Sister 想要强调一下，就是审讯还没结束，陪审团可能真的会找到一些法官之前所说的蛛丝马迹的证据来证明 Amber Heard 诽谤罪名成立。因此我想探讨这个问题，就是在社会舆论压力之下，就算诽谤证据不足，陪审团和法官还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判 Johnny Depp 赢吗？我们先来探讨，到底陪审团有没有这个权利呢？陪审团的职责是决定有争议性的事实的真相，所以陪审员是有权利和责任根据案件的事实来决定 Amber Heard 是否犯有他被指控的罪行，就是诽谤。要裁定 Amber Heard 诽谤罪名成立，陪审团必须下这样的结论，就是他们都一致认为 Amber Heard 在2018年的文章是指 Johnny Depp 曾经家暴过他，而这是虚假以及诽谤性的言论，因为 Johnny Depp 一次都没有家暴过 Amber Heard， 这言论损害了 Johnny Depp 的名声，并且 Amber Heard 的文章有恶意重伤 Johnny Depp 的意图。Law Sister 说过，陪审团必须准通过考虑在法庭上提出的证据和法官的指示来做出以上的裁决，而不是根据他们的情感。但是人总会有七情六欲，也会感情用事，陪审员也可能会真的因为同情 Johnny Depp 或不喜欢 Amber Heard 而裁定 Amber Heard 有罪。我们撇开呈堂证供不谈，假设全部陪审员都一致同情 Johnny Depp 以及相信他被家暴了，不止断掉一截手指，还被 Amber Heard 的文章弄到身败名裂了，他们想要为 Johnny Depp 伸张正义的话，他们真的有可能会找到一些理由来判 Amber Heard 诽谤罪名成立。但是无论是有罪或无罪的裁决，陪审团都必须达成一致的决定。因此在这个案件里，如果在诽谤证据不足的情况之下，那就需要所有7位陪审员都必须感情用事的一致裁定 Amber Heard 有诽谤 Johnny Depp 才能赢得这场官司。不过就算陪审团都一致裁定 Amber Heard 有罪，他们还有一关要过，就是在美国主审法官是有权利否决或推翻民事陪审团的决定的。这种权利叫做 Judgment Notwithstanding of Verdict， 不顾陪审团裁决的判决。所以尽管陪审团做出了裁决，如果法官认为陪审团的决定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支持的话，他们可以推翻或修改陪审团的裁决，然后另行做出裁决。这是一个很少会被运用的干预权，它允许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以避免陪审团做出极端和不合理的决定。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法官才能行使这种权利呢？只有当法官在确定没有合理的陪审团会达成这样的裁决时，这种权利才能被行使。
例如，如果一方当事人没有就其案件的某个基本要素提供证据，但是陪审团仍然决定让这个当事人胜诉的话，法官可能会裁定没有合理的陪审团会无视缺乏证据的关键点而修改陪审团的裁决。不过，这只限于民事陪审团的决定。在美国，当陪审团在刑事案件中裁决被告无罪释放后，法官是不可以推翻或者改判有罪的，因为这样的行为将违反被告在美国宪法的权利，就是第5修正案不能被置于双重危险之中的权利和第6修正案的被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在刑事案件里，当陪审团下了定罪的裁决之后，法官有权批准撤销陪审团定罪的动议，不过检察官则会有权上诉法官这样的决定。重点是，当法官认为陪审团的裁决没有足够的事实依据，或该裁决没有正确适用法律时，就会发生法官推翻陪审团裁决的情况。所以，在这案件里，当法官觉得诽谤证据不足，陪审团还一致裁定 Johnny Depp 胜诉的话，法官是可以推翻陪审团的裁决的。意思是，如果诽谤证据不足， Johnny Depp 要获胜的话，不止那7位陪审员需要感情用事，罔顾法律，连主审法官也必须如此。有这个可能吗？因为我们都知道，法官的职责不是制定法律，而是维护立法议会制定的法律，而且主审法官这样做可能还会丢掉官职呢。但是有一种主义可能会帮上忙，就是司法能动主义 （Judicial Activism）。司法能动主义是英美司法审判行为的一种见解，指的是法院或法官超越自己的依法办事制度角色，来忽视裁决先例，并以司法的名义践替一些本该由立法或行政机关做出的决定来维持公正。这些法官采取比较新进的立场，他们认为法官应该根据宪法保障人权的精神来诠释法律，以伸张正义。例如，英国的大法官 Lord Denning 就因为他充满争议性的判决而被归类为激进主义法官。Lord Denning 曾经说过，法官每天都在制定法律，尽管这样说几乎是异端。另一方面，一些比较保守的法官却认为，法官其实应该根据民选国会制定的法律来做出裁决。理由是，一名过于激进的法官可以是很危险的，因为他可以根据个人意愿去扩大或缩小法律原则。他们认为，虽然激进型的法官的判决可充作学术派和法学院学生的分析与探讨题材，以推广法律发展，也容易受到法律界学术人员和法律系学生的拥护，但是这些人都认为法官应该遵从立法原则，不应擅改法律。更重要的是，法律不能追槽适用 Law cannot apply retrospectively， 就是一个人今天的所作所为是不能被明天的法律来定罪的。那您认为主审法官 Penny Escaret 法官是哪一类型的法官呢？是保守派还是激进主义法官呢？如果在诽谤证据不足的情况之下，陪审团还感情用事的判 Johnny Depp 赢的话， Penny Escaret 法官会不会行使这种 judgment notwithstanding of verdict 的权利来否决或推翻陪审团的决定呢？ Law Sister 猜不到，您认为呢？是的，连 Law Sister 在观看了几个星期审讯后，都觉得 Johnny Depp 被 Amber Heard 欺负了，很可怜，认为 Amber Heard 应该得到他应有的惩罚。不过 Law Sister 不会希望他就算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也被判有罪。如果真的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 Amber Heard 也被判诽谤罪名成立的话，那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到大快人心，认为正义得到了伸张。但是想深入一点，这样的案例是否真的是一个伸张正义的典范呢？它会不会是一个很危险的案例呢？它会对美国司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又会不会影响世人对美国司法公正的信心呢？世界上的凡人何其多，圣人却是凤毛麟角。可以说没有人是完美的。如果有一天有人也认为我们或我们所爱的人是坏人，同样的事会不会也发生在我们身上呢？
导致我们也会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而被判有罪呢？ OK， 就算我们或我们所爱的人真的是个坏人，被控上法庭了，我们会不会也希望被依法审判呢？如果被判有罪了，会不会也希望被原有的法律处罚，而不是以擅改法律的方式来被定罪呢？最后 Law Sister 想丢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让大家思考思考。您认为法官应不应该遵从立法原则，而不应擅改法律呢？法官又应不应该根据宪法保障人权的精神来诠释法律，必要时改写法律以伸张正义呢？欢迎留言让我知道您的想法。好啦，今天这一支影片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的观看，我是 Angel， 我们下一支影片见，拜拜。